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听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很生活也很重要的话题，叫终身学习。这个词听起来有一点大，但其实它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。不管你几岁，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，这个话题都跟你有关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很多人一听到学习，心里就会有一点紧张。可能你会想到学校、考试、作业、压力。你可能会想，我已经毕业了，我已经工作了，我已经很忙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学习？其实，学习不只是坐在教室里，也不只是为了考试。学习是你每天在生活里一点一点变得更懂自己、更懂世界的过程。我认识很多朋友，他们常常说一句话：我太忙了，没时间学新东西。这句话你是不是也说过？早上起床、上班、下班、吃饭、休息，一天就过去了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时间还是在走，世界也在变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学，什么都不看，你会慢慢觉得自己跟不上了。以前我们学一个东西可以用很久，比如学一个工作技能，可能用10年、20年都没问题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的世界变得很快，工作在变，工具在变，生活方式也在变。如果你不学习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很熟的东西，慢慢变得不熟了。终身学习，不是说你要每天学很多东西，也不是说你要学得很厉害，它只是说，你不要停止学习。哪怕每天只有10分钟，哪怕你只是学一个新词，听一段新的内容，看一个新的想法，这都是学习。有的人会说，我年纪大了，学不会了。其实，学不学得会，跟年纪关系不大，跟心态关系很大。如果你心里一直觉得我不行，我学不会，那你真的会觉得很难。但如果你对自己说一句，我慢慢来，没关系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难。我认识一个阿姨，她50多岁才开始学用手机。刚开始，她连怎么发消息都不知道，她会着急，会不好意思，也会怕麻烦别人。但是他没有放弃，他每天学一点点，今天学怎么打字，明天学怎么拍照。现在他可以跟朋友聊天，可以看视频，还可以学做菜。他常常笑着说，原来学习这么有意思。学习不只是为了工作，也不只是为了赚钱，学习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。当你学会一个新东西的时候，你心里会有一种小小的开心，那种感觉好像在对自己说，你还可以，你还在成长。比如学语言，很多人学语言不是为了考试，而是为了生活。你学会一句新的表达，你就多了一种说话的方式。你学会听懂一句话，你就多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。语言不是压力，语言是工具，也是朋友。学习也可以帮助你面对生活里的变化。有时候，生活会突然变得不一样。你可能换工作，换城市，或者遇到一些你不熟悉的事情，
如果你有学习的习惯，你会更有信心，因为你知道，就算现在不懂，你也可以慢慢学。终身学习的人，心态通常比较平静，因为他们不怕不知道。他们知道，不知道很正常，不会也没关系。重要的是，你愿不愿意去了解，去尝试。有的人不学习，是因为怕失败，怕学了也没用，怕学不好，怕浪费时间。其实，学习本身就不是一件一定要成功的事情。有时候，你学的东西可能以后用不到，但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你已经得到了别的东西，比如耐心，比如思考的能力，比如面对新事物的勇气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。有时候，我学一个东西，并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用上，但当我坐下来认真学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心慢慢安静下来，那是一种很好的状态，好像在跟自己说话。终身学习也会让你跟别人有更多话题。当你学的东西多了，你会更容易理解别人，你可以听懂不同的想法，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感受。学习不是让你变得比别人厉害，而是让你更容易跟这个世界相处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有点卡住了，每天好像都一样，没有变化。这时候，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出口。你不需要做很大的改变，你只要给生活加一点新的东西，一点新的知识，一点新的兴趣，生活就会慢慢动起来。学习也可以，很简单。你可以学做一道新菜，学一条新的路，学一个新的习惯，这些都是学习。学习不是一定要坐在桌子前，它可以发生在生活的每一个地方。很多人把学习想得太重了，其实学习也可以很轻松，很快乐。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式，喜欢的内容。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进度，也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你只要对自己说，我今天学一点点就够了。终身学习是一种对自己的尊重，它告诉你，你值得花时间去成长，去了解这个世界。你不是停在原地的人，你是在路上的人。当你愿意学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生活里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变成学习的机会。一次聊天，一次旅行，一次失败，甚至一次不开心，都可以教你一些东西。学习不会让你马上变得更成功，但它会让你慢慢变得更稳定。你会更了解自己，也更能接受变化。你会知道，人生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条一直在走的路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学中文，或者正在学任何新的东西，我想对你说一句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你愿意学习，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不管你走得快还是慢，你都在前进。终身学习不是一个目标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它不要求你完美，只希望你不要放弃好奇，不要关上学习的大门。好啦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，关于学习，关于生活，也关于你自己。希望这一段时间的分享，能让你对终身学习这件事多一点轻松，多一点信心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问你一个小问题，你最近学了什么新的东西？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，都可以。
你可以在心里想一想，也可以在生活中慢慢继续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也谢谢你愿意把时间留给学习，留给自己。不管你现在是在早上、下午还是晚上听这个节目，希望它能陪你一会儿。我们下次再见。